可爱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跟玫瑰小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是啊，是啊，你看看，哎呀，一天一个样。啊，你的遗传基因强大，啊，哎呀。来，给你。好多菜了。这个放到这儿的，这个还得找个盘子。还有盘子吗？这有盘子，把这个拿出来。煮好了。对，它的还要放点这个。这身衣服新买的啊，就是为了面试买的。我送你了。不用，不是说好了今天你一天的时间都给小初吗？你平时那么忙，今天咱俩换一下。我今天公司里好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。这3年每一天我都在陪小初，就今天一天不在。好了，小初啊，听爸爸话啊。妈妈再见，拜拜。玫瑰，我看你穿这个裙子走路不太方便嘛，要不换条裤子吧？面试还是穿正式点吧。谁说穿裤子就不正式了？我只有牛仔裤。又不是多高的职位，至于？我要迟到了。玫瑰，换条裤子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吧？我这裙子有问题吗？你确认要当着孩子面这样？你这个简历挺有意思啊，本科读的是美术史，研究生读的心理学，中间工作过一段时间，还做过策展人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，中间的跳跃性为什么这么大呢？本科呢，其实是从兴趣出发，那毕业之后做的其实也是相关的工作。那在有一次的这个公益画展上，接触到了自闭症的儿童，就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，就考了相关的专业。那你毕业后是在出版社做了一段时间？对对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去运用我学到的专业知识，我就在我们导师的推荐下去了出版社，做一些心理学书籍的编辑工作。我看到只工作了1年多，之后呢又空了3年，这期间你做了什么？生孩子。你这次来呢，应聘的是美术老师，虽然你的教育背景很好，但是不是没有相关经验啊？哦，这是我这3年考的一些资格证。我其实一直在想，怎么把之前我学到的一些东西和工作中的经验运用到实际场景里面。现在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通过绘画给学生们做心理疏导。这个可以仔细说说，具体是什么？有点类似西方的艺术疗愈课程，但是我们针对的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。这是我做的一个方案。来，爸爸，我肚子饿。好，爸爸给你做饭啊。
这鸡蛋不能乱动啊，小飞。我有没有跟你说不让你乱碰？你为什么不听话？怎么了，小初？烫着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？来，不是你去哪儿了呀？给你打电话不接，短信也不回的。下午面试嘛，关了静音，忘开了。哎呀，我也给你买书了。哇！我也来。你是逛街去了吗？自己一个人吗？王一梅，我想了一下，你还是不要去上班。小初啊，你那个帮妈妈把这包东西打开好不好？回你自己房间拿着啊，提住了。好。我每一次只要一提上班，你就百般阻拦，100个理由不让我去。这次什么理由？你为什么非要工作啊？今年公司业绩非常好，并且咱们家贷款提前还完了，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啊。我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，那为了什么？啊？为了离开这个家？我想找点事儿做。不是，在家也有好多事儿可以做啊！你平时可以带小初出去玩一玩，这不好吗？小初马上就上幼儿园了，我在家干嘛？那你再生一个儿子，怎么样？你看，咱们有一个女儿，再生一个儿子，凑个好字儿。我没这个精力，我也没想过。你有精力工作，你没精力生儿子。方贤文，你就是想再要一个儿子，是吧？小初，拆到哪儿了？妈妈帮你一起拆好不好？来，多好看！对，然后给你放大了，放大看。哎呀，你看多好看！这外孙女好看，真漂亮。我喜欢这个，活脱一个小玫瑰啊！放大了，看。外甥女儿随舅，眉清目秀。你们吃啊，她长那么漂亮，我功不可没。将来你们要有孩子，我看随小苏。就你那长相，别拖累了下一代。既然你们那么担心，那我们干脆不要，永绝后患。啊？说什么话呢？像谁无所谓，我倒是觉得智商得像振华，对吧？啊，对。哎，那再给我这个是吧？还有一张，哎，这张好看。我怎么没见过呀？有啊。哦。好看，你看，睡着了。你往后翻，后面还有，来，还有。哎呀，这张好看。哎，往后看。怎么不动了？哎，你帮我看。咱这个先退会儿。叔，你是不是明早还有事儿？咱们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吧。我再陪陪叔叔阿姨嘛。啊。
你看，哎呀，别耽误明天的事儿。那人看照片看得正起劲儿呢，就回去嘛。不行，你把照片发给爸妈不就完了？你看这张，你看，绿嘟嘟嘴，哎呦，好看吧？你之前不是说不想结婚，不想要孩子吗？那我要是一辈子都不要孩子，你还会跟我在一块儿吗？说实话，我喜欢孩子，但更在意你。如果必须2选1的话，我肯定选你。很早以前我就没有家了，我们家就我一个人。那现在有了你，我觉得将来也许有一天，我们家里可以再多一个人。我以前那些事儿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爸妈？不说，但如果说出来能让你轻松的话，也可以随时说。那毕竟是你的隐私，如果你不想说的话，咱们就一辈子都不说。那我家永远只有我一个人出现，这样不奇怪吗？那有什么呀？大不了去北影厂门口请100个群众演员，别说家里人了，7大姑8大姨的全能给配齐，浩浩荡荡。小初，我妈跟你说啊，金属的东西一定不能放微波炉，记住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会爆炸呀，会砰。不是，他又不做饭，你跟他说这些干嘛呀？生活常识呀。妈妈，牛奶洒了。没关系啊，妈上次教你怎么洗来着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啊。来。你就让他自己洗啊。他洗不干净，我再洗。他才几岁啊？自理能力就是要从小培养。昨晚你没在卧室睡？看书看完了就在书房睡的。随便你吧。爸，我要结婚了。他是个值得托付的人，我不想失去他，但是夫妻之间应该坦诚，不是吗？有件事儿，我想我应该告诉他。
姐，姐，新婚快乐！也不太会挑，也没多少钱，买回去还贵呢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送我进去。小初呢？哎，啊？你今晚还要住宿吧？哦，上次面试一直没有结果，我再去做几份简历。不是，我到底要挣多少钱你才满意啊？啊？你为什么非要工作啊？我真的嫌不够你花吗？小初马上就去幼儿园了，我一个人在家能干什么？不是你出去又能做什么呀？你给人打工能挣几个钱啊？你不如在家享享清福，做做家务，最重要的是要把身体养好，别到时候又跟怀小初似的，3天2头出问题。到手？什么时候？万一咱们俩又有了，怎么办？条件不允许，怎么万一？不就是钱的事儿吗？你踏实在家怀孕生子，这钱啊，我挣得出来。你真的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是吧？方贤文，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再要一个呢？小初不好吗？你们家不也2个孩子吗？热热闹闹的不行吗？为什么我每次提到这个事儿，你都那么抵触呢？不是，就算你为了小初想，王一梅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？我自私？我这3年所有的时间都在小初身上，你说我自私？儿子是咱们2个的，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？男主外女主内，这不应该的吗？养你，养孩子，我什么时候抱怨过？我努力工作，加班见客户，我赚的每一分钱，都用在这个家里面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没有时间。那我问你，你出去工作为了什么？不是为了钱啊？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。那价值靠什么体现？不还是钱吗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我以前结过婚，他是我中学同学。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他父母就离婚了。他父母各自组建了家庭，谁都不想要他。他跟我很像，都拼了命的想要离开那个地方。但唯一能做的就是念书。
上了，董事长！小唐，考上了，董事长！考上了！你看，哪里？考上了！太好了，都是北京，我也是北京。太好了，我们真的考上了，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。董事长，我们两个能一起去北京了，能一起去北京上大学了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所以，我们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。后来，我们一起到了北京，努力地想要在这个城市留下来。快！北京站。对。啊！北京！北京！北京！我来了！我来了！毕业以后，他进了事业单位。已婚员工可以分房子，还可以解决配偶的户口。你是想告诉我，你们俩结婚不是为了感情，只是利益？他为了房子，你为了户口。对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们就发现我们之间只是一种同病相怜，根本不是爱情。我俩太像了，我们都觉得世界对我们怀有敌意，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够活下去。后来他被外派出国，我们就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见过。无论如何，你瞒了这件事情是我的不对，我没什么可辩解的。走吧，先送你回家。对不起。怎么了，妈？不是说领了证带小苏来家吃饭吗？怎么还不过来啊？今天结婚证没领成。为什么？我们公司临时出了点急事儿，我处理了一天，忘告诉你们。什么重要事情啊？比结婚还重要？哎呀，挺重要的事儿。周末我得把户口本送过去。搁你那儿呗，选个日子不还得结吗？
也行，我先挂了。没领成，为什么呀？说是因为工作的事儿。哦，那就改天呗。飞机上，我头靠着云彩，想念一个人，世界会慢下来。俯瞰着你在那边窗台，是否还会不见我爱，再把我认出来？这后知后觉的存在，我们都一片航在未来的未来。哦，路口错过只能往前开，心若不恨，怎么躲避失态？你可会想念我？在某夜醒来，当空气静下来，还是舍不得，怎会不遗憾呢？我们呢，本应该爱很久。哎，儿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我怎么回来了？对啊，啊，喝酒喝多了。啊，我喝了点，我估计是我跟出租车司机说错地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昨天也没登记成，到底是公司的事情，还是你跟小苏？行了，儿子喝酒喝多了，胃里肯定不舒服，赶紧给他做点吃的吧。啊！你别推我呀，他喝成这样，我总得知道他为什么吧。好了，别问了。我们和远航谈了那么久，你为什么突然就决定卖给天狼星？他们的出价比远航高了500万。哥，卖给天狼星会削弱咱们的掌控权的。天狼星之所以提出并购，是为了集远航的市场份额。这份收购邀约你到底仔细看了没有？看了。看了你还同意？哥，到时候咱们的员工至少会被裁掉1/3。调整业务范围，在并购行为里再正常不过了。再正常不过。黄协文，咱们从个小作坊到现在这么大一个规模，都是公司的老员工陪咱们一起扛过来的。你现在倒好，为了多卖点钱，说开人就开人。这个事儿啊，不用再讨论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老方，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这么独断专行，合适吗？我的股份占51%，我觉得挺合适的。哥，这么重要的决定，咱们再好好想想吧。当初是谁啊？是谁说公司是员工第2个家？有你这么对待家人的吗？赔偿金
1分钱都不会少给的。行，以后这公司就你一个人开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但凡黄一梅手上还有咱们公司的股份，她绝对不会像你干出这么市侩的事儿。喂，新婚快乐。嗯。喂，我可能要回趟北京。就待2、3天，中午的飞机，我待会儿把小初给你送过去啊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大家都要工作的，我怎么带他？他自己在旁边看书画画就行。哎，黄一梅，你又想干什么呀？说走就走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当妈的责任心啊？家里出了点事儿。出什么事儿啊？是你爸出事儿了，还是你妈出事儿？我哥和苏苏，我回来再跟你细讲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他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自己的日子你不好好过，你老是管别人家闲事干嘛？你要骂我，等我回来再骂，好不好？我就问你，能不能带他2天？公司不是幼儿园，没人帮我看孩子。王一梅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的家在上海，你有丈夫有女儿，你是一个妈妈。你怎么不是老想着往外跑，就是要回北京啊？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吗？我现在这么忙。从那时候起就没再喝过了。那个时候，结婚是我的最佳选择。青梅竹马，知根知底，还能实现利益最大化，走到那一步也正常。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，一些事你都愿意跟我哥说，什么这件事瞒着他？最开始我没有想过要跟振华结婚，所以谈个恋爱没有必要连婚事都报吧。说到底，其实是我的问题。
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，居然以为自己有资格结婚。哎，你不用安慰我，真的，不用。这事儿本来就是我做错了，我应该承担的。你帮我跟你哥说一下吧，就这样吧，分了吧。你去哪儿了？我给你留字条了。我同意了吗？你还一声不吭的把孩子也带走了。你不管他，我只能带走。黄一梅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你这是离家出走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说过，这边的事办完2、3天就回去。谁知道你回去要办什么事儿，见什么人，拉着你们全家给你打掩护。喂。喂，方总。喂，给我订一张机票，明天最早一班到北京。明天？不行吧？有什么不行啊？我是老板，你是老板。方总，您明天下午约了天狼星的人谈并购。他真这么说的？说算了。那不然呢？给你道歉，求你原谅。以他那个性，做不出来的呀。要分手也应该是我说呀，我又没做错什么。他倒先下手为强了，倒像是我输了我。哦，你提分手你就赢了？如果结了婚有了孩子，还是过得不开心，你说是算输了还是赢了？爸妈恩爱了一辈子，结婚该是什么样，答案早就帮我们写好，照着抄还不会吗？每套卷子不一样啊。
结婚的时候都是奔着满分去的，到后来发现能及格就不错了。我还没进考场呢。那你想不考吗？如果苏苏没有隐瞒你，一开始就告诉你她结过婚，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吗？愿意。那就是我高考那年的志愿。除了清华哪都不去。哥，你知道爱尔兰以前禁止离婚，但是可以选择结婚期限从1年到100年随便选，到期了自动解除婚约。那大家是不是都选1年啊？先试试看。时间越短，费用越高。为什么？可能因为挣钱容易，但是遇到一个想让你结婚100年的人，特别难吧？请来呀。生了孩子果然不一样，有了熟女的风韵。有，夸我了？那当然了，肯定是夸你啊！我现在可不能骂你了，我又不是你老板。你最近怎么样？听苏苏说你也是今年才回北京。我一直陪着老顾在香港，然后跟他家里人一起送他去了瑞士。他一定走得很安详。后来，我一直一个人旅行，我去了非洲和南美洲，在那儿，我很喜欢参加陌生人的葬礼，去看看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用奇奇怪怪的方法纪念死去的人。有的时候，我也经常在想，老顾的葬礼是什么样子？他走的那天，我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，我也没有参加他的葬礼。因为我觉得，只要我没有看到他躺在棺材里的样子，他就没有死。他只是在医院里，我没有办法去看他而已。你多久没做指甲了？嗨，让人传话太没诚意了吧？所以你是来当面粉的？你们女人不都讲究仪式感吗？咱们也走个仪式行不行？什么意思？你跑步应该知道马拉松是怎么来的。那个人为了传个信儿，跑了42.195公里。我也有个口信儿，你陪我跑个马拉松，我就告诉你。大哥，你跑个5公里就呼哧带喘的，自己什么体力心里没数啊？这个你不用管，你就说赔不赔吧。应该知道马拉松是怎么来的。那个人为了传个信儿，跑了42.195公里。我也有个口信儿，你陪我跑个马拉松，我就告诉你。大哥，你跑个5公里就呼哧带喘的，自己什么体力心里没数啊？这个你不用管，你就说赔不赔吧。
哎，你确定吗？全马，42公里。确定。将近6公里，还有不到37公里。哎，这个甲油好卸吗？好卸。你这还没涂完呢，就想着卸了。我刚面试了一家国际学校，我觉得挺有希望的。不知道他们对于化妆啊、着装有没有什么要求？等到拿到 offer 再说嘛。别人还没限制你呢，别先把自己给限制。好。江总，你以后打算做什么？开画廊。那我一定要做你第一个观众。你就只想做观众吗？28。怎么样？给我看看，多漂亮！嘿嘿，你看，只要是肯精雕细琢，做指甲也可以是艺术。是哦，梳妆打扮也是创作。人活着就是创作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。大部分人活的都像流水线的商品，只有少部分人能活成艺术品。怎么鉴别？首先，这把雕刻刀得握在自己手里。黄胜华，黄胜华，
哎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哎。跑也跑完了，也给你送到家了。可以说您的口信了吗？索索，咱们俩去普吉岛度蜜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或者你说一个地方。带着我溜溜跑了一天，不是为了分手的仪式感吗？分手都便宜你，哎，我是为了惩罚你。哎呀，哎呀，惩罚我？你结过婚，这事发生在咱俩认识之前，是你的过去，不是过错。本来能一次性解决，但你瞒着我，是你做的不对。我心里不平衡，所以我惩罚你陪我跑了马拉松。跑完了，我心里这道坎过去了，没事了。大哥，你是惩罚我还是自残啊？伤敌800，自损12000，后面1个礼拜都躺床上下不来床。那算什么呀？大不了你再租个轮椅，明天推着我。说真的，我根本没想过我能跑下来走下来这42公里，还没到一半呢，我灵魂都快出窍了。无数次我想放弃，想就地躺平，可是每次一转身，我看见你在我旁边，我就觉得我能再多坚持一会儿，多跑一会儿。再受不了的时候，我就转身再看你一眼，我又能多坚持一会儿。我也说不清楚，到底是为了你，还是因为有你，我才能坚持到最后。我就觉得，人这一辈子挺长的，如果要是能有你做个伴儿，咱俩是不是也能像今天爬马拉松似的，看尽一路风景，吃遍沿途美食，能坚持到最后？你觉得呢？你说话。那就试试呗。那就是同意了呗。我靠会儿啊，我靠会儿。哎呀，哎呀，谁说的？不能总是锻炼身体。你刚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
上帝多少来着？上帝800，自私12000。这不是郑华吗？啊？哎，回家，回家，赶紧把户口本再给他们拿出来。哦，没看见啊？啊，走。妈，妈，舅舅，哎，太叔，哎呦呦，哎呦，这孩子，这孩子怎么长分量了？你怎么虚成这样了？哎呀，我去找苏苏了，体力有点透支。刚才还在那边说什么呢你？你想什么呢？我们去跑步去了啊！喜欢舅舅的手表啊？来来来，舅舅给摘下来，你看看啊。喂，儿子啊，哎妈，啊爸，我回来是要不要这个？哎呀，您怎么知道？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还不确定。你是真的不满意现在的生活，是吗？就因为我想再有个孩子，是吗？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真的想再要个孩子呢，还是想一直把我拴在家里啊？如果你能答应，你在家带孩子，我出去上班，咱们就生2胎。怎么可能？你不肯牺牲你的事业，凭什么让我牺牲我的？不一样，那公司要养那么多人呢。在爸妈家，回去再跟你说。喂，哎，你好，请问是嘉祥中学的刘老师吗？哦，我是黄一梅的先生，他委托我跟你们说一声，她怀孕了。对，情况不太好，最近也在住院呢。
所以他没法亲自过来通知你们。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，我们都解决了，你们谁都别劝我，这婚我是接定了。别自作多情，没人劝你。小素这孩子不容易，挺让人心疼的。不过儿子，你想好了吗？妈，人谁都不是十全十美，我也一身毛病呢。我跟他结婚，不冲着100分去，现实一点，努力，80以上总能拿到吧？什么100啊80的？我哥那意思就是把结婚当成一场考试。哦，哎呀，好多夫妻刚结婚的时候你侬我侬，过不了几年打得不可开交。爸妈，那你们给你们的婚姻打多少分啊？我们啊，120。怎么还有120啊？这是啊？他们俩呀，一人加10分。嗨，还真有你的，还有加分题呢。对呀。去椅子上坐会儿，快去。来，自己看啊。谢谢你，还特意为我回来。我是为了我哥，我怕他一辈子打光棍。你怎么那么着急走呢？不等我们领完证儿一块吃个饭？小叔幼儿园马上开学，我得回去准备准备。老方最近忙公司并购，没日没夜的，也是得早点回去。你说一份注定不合格的试卷，要不要提早交卷？我知道他很努力，照顾这个家，让我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但是我就是觉得，越来越喘不上气儿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吧。从北京首都前往上海的航班即将起飞，请您拿好行李，前往3号登机口。有需那我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感谢您的配合。来，你走了啊。待会儿再看，来，来，拿行李。爸爸跟舅妈说拜拜。舅妈再见。拜拜，我抱抱你。哎呀，我会想你的，你会想舅妈吗？那我到上海给你带好吃的，好不好？拿钩，给这。去吧。常联系啊。哦。新婚快乐。
小初，爸爸好想你啊。小初啊，北京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那都去哪儿玩了？小公园还有大公园。谁带你去的呀？姥姥姥爷。哦，妈妈没跟你们一起去啊？妈妈让我和姥姥姥爷一起去的。哎，小初，你看，爸爸给你买了你喜欢吃的蛋糕，想不想吃啊？想。那小初乖乖的去把手洗一洗，好不好？好。去吧。你有什么话直接问我好了，干嘛套孩子话？我这是关心你们俩，怎么能叫套话呢？并且你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儿，你早就已经教过他怎么回答了，不对吗？你觉得我会教孩子撒谎吗？胖秀，你脑子里一天天在想什么？做指甲了。为什么？喜欢。爸爸，我洗好手了，我要吃蛋糕。好，来，小初坐，爸爸给你吃蛋糕，来。是不是你喜欢吃的？那你要做完了，小初。加。还要骑大马吗？那小初要坐稳了。他怎么想了？有人给你打电话了。爸爸打针。打针。你给他拿。小初啊，睡觉了，睡觉了。来。小初啊，今晚想不想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啊？想。他自己能睡。小初啊，爸爸给你讲故事，要不要？好耶！我要听小红帽的故事。那太初叫妈妈一起过来睡。好。妈妈，咱们跟爸爸一起睡好吗？进被子里。被子里。小红帽。爸爸给你讲小红帽的故事。从前啊，有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，她喜欢戴着外婆送给她的一顶红色的天鹅绒的帽子。于是呢，大家就叫她小红帽。有一天呢，母亲叫她给住在森林里的外婆送食物，并且叮嘱她不要离开大路，走得太远。小红帽在森林里遇见了大雾。还生气呢？你也不能每天晚上都找我吧？
上2天。